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味中文 Learn Chinese the Taiwanese Way，我是你的中文小老师小安。今天我想来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发生的一件衰事。衰事就是不好的事，运气不好的事。衰这个字我查了一下，它应该是台语来的，但是在台湾是中文口语也会用的字。衰就是英文 unlucky 的意思，就是很倒霉、运气很不好的意思。那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要打出这个字的话，你可能要打衰，失歪衰，你才打得出来。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，我想跟你推荐我另外一个 podcast， 来句中文 Lychee Mandarin。每个礼拜我会从台湾的新闻里面挑出一个句子，来跟你们解释那个句子的意思。如果你想学中文，又想知道台湾正在发生什么事的话，非常推荐你去听看看哦。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里面。所以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衰事呢？要先从我最近搬到宜兰开始讲起。对，我最近搬到宜兰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宜兰这个地方。宜兰在台湾的东北部，其实它就在台北的旁边。如果不塞车的话，1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从台北来到宜兰。宜兰有山有水，也有很多田，是一个很漂亮而且很适合观光的地方。虽然我们在宜兰的生活到目前为止都很棒，但是宜兰跟台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这里的交通方式。宜兰不像台北一样是一个大都市，这里没有捷运，也没有 U-Bike 那种共享单车，所以在这里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开车或是骑机车。当然我现在一张驾照也没有，我去澳洲前有尝试过考机车驾照，但是很衰的没考过，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去重考。总之我现在都是给别人载啦。讲到机车嘛，我终于要来进入主题了。为了适应宜兰这边的生活，为了在这边生活比较方便，我们买了一台新的机车，全新的哦，不是二手的。我们就在上礼拜拿到这台全新的机车。这款机车真的是外观很漂亮，有点复古。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照片，马上就决定买了。然后拿到机车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很开心，很嗨。结果没想到没多久，衰事就降临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拿到机车之后的前几天，我们都只是骑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然后就回家，不然就是在家里附近乱骑，就是没有目的的骑来骑去。所以我们周末就决定骑去远一点的海边。那天我们牵摩托车准备要离开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摩托车底下有一滩东西，但是因为是透明的，我们都没多想，我自己以为是早上的露水啦。总之一路上骑都没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，我还很开心的在后座拍影片，想说可以做成一个迷你 vlog po 在我的 IG 上。到海边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就在那边踏踏浪，晒晒太阳，然后还顺便捡捡海滩上的垃圾。我们蛮享受我们在海滩上的时光的。就在我们发动机车正要离开海滩的时候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我们的机车发动之后没多久就会自动熄火，我们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。发动引擎之后，轰隆轰隆几声就熄火，结果试到最后，引擎就再也发动不了了。我们叫这种情况抛锚。抛锚就是机车或是汽车坏掉，再也发动不了的意思。我们遇到机车抛锚的当下真的很崩溃。崩溃就是很紧张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意思。
不过还好沙滩的附近就有一个游客中心，我们就赶快把机车推过去那边。推机车的过程，我们发现机车竟然在滴油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有油会从机车上的一个洞漏出来。我们就想，这一定就是机车抛锚的原因。到了游客中心之后，我们就开始上网查机车抛锚怎么办。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买机车，我们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就想说，最快的方式就是查看看附近有没有机车行。查了一下，结果附近真的有我们买的这个牌子的机车行，我们就赶快联络他们。然后他们也说可以来看我们机车的状况，只是要我们等一下。等了半个小时，机车行的师傅终于来了，他就帮我们稍微检查了一下，我就把漏油的事跟他讲。他看了一下就说：你们这里螺丝整个不见了。我们听到觉得很震惊，我们就想，怎么会机车才刚买不到1个礼拜，螺丝就掉了？然后他又跟我们说，该不会是有人故意恶作剧把你们的螺丝拆掉？因为一般来说这个螺丝是不会掉的。他讲完这句话，我就想到我们早上离开家里的时候有看到一滩透明的东西，那个应该就是机车漏出来的油吧。然后我又觉得很恐怖，因为我想说，该不会有人那么讨厌我们，讨厌到半夜来对我们的机车恶作剧吧？总之，我们就先把我们的机车交给车行的人，然后叫我妈来载我们回家。因为机车行师傅的那句该不会是有人恶作剧，害我们觉得毛毛的，就是觉得有点恐怖，所以我们还特别去看我们家的监视器。结果我们最后只在监视器上看到好几只虫飞来飞去，还看到我妈半夜起来杀蟑螂。我们没看到有人来碰我们的机车，所以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，我们的机车应该本来就有瑕疵，应该本来就有问题，所以才刚买多久就坏掉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们的机车终于被修好了。一开始我们以为机车损坏的状况很严重，修起来应该很贵。但是机车行的师傅跟我们说，因为我们才刚买这台车，还有保固，所以可以免费帮我们修理。所以这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不幸中的大幸是一句我们常讲的话，意思就是你发生了很衰的事情，虽然事情本来可能会变得更糟，但是最后没有那么糟。所以我说这次是不幸中的大幸。因为机车坏掉有可能要花很多钱去修理，但是有保固的关系，我最后不用花这笔钱，所以还算是幸运的啦。而且我们的机车应该是那早就有问题了，因为还没离开家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漏油了，但是路上都没有发生问题，到了海边之后才出问题。如果在半路上机车抛锚的话，我们应该会更崩溃吧，因为那天天气很热，如果要在大太阳底下等机车行的师傅来救援，我们应该会等得很痛苦，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不幸中的大幸。希望接下来我们的机车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。不过多亏这次的经验，我觉得至少我有学到东西，我学会机车抛锚的时候要怎么去处理。所以我觉得下次我不会像这次这么崩溃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欢迎加入我的 Patreon， 也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对这个 podcast 的想法。你想跟我上中文课的话，也欢迎你来联络我。你可以在 IG 或是推特上传私讯给我，我的账号是 The Taiwanese Way。你也可以寄信到我的 email thetaiwaneseway@gmail.com。最后再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有听不懂的地方，欢迎到我的网站 thetaiwaneseway.com 看逐字稿。然后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